频率先行，让宇宙追上你的节奏。很多人以为显化的顺序是先等待外在改变，他们许下愿望，然后盯着现实看，希望看到那一丝不同的迹象。每天观察，寻找所谓的宇宙讯号，一次巧合的相遇，一段似乎有暗示的对话，甚至是一首恰好响起的歌。但等着等着，心里却开始焦躁，因为现实看起来依旧如常，愿望和自己之间好像隔着一段无法跨越的距离。事实上，宇宙从不会主动先行动，它回应的永远是你的状态，而你的状态取决于你此刻所发出的频率。频率不是口头说的我想要，而是你身体与情绪的真实震动。如果你渴望爱情，却被孤单与怀疑包围，那么你发出的频率就是孤单与怀疑。宇宙会回应相同的波动，让你遇到更多让你感觉孤单的事。要改变这一切，你必须让频率先行，不是等事情发生才开心，而是先进入那种喜悦、丰盛、安心的状态。当你先行，宇宙才会追上你的节奏。想要财富，就先感受富足的氛围，不必等收入增加，而是用心享受当下已有的一切。想要爱情，就先活得像一个爱的流动的人，用关注与温暖滋养自己与他人。神经科学告诉我们，大脑会根据你重复的情绪模式建立回路。当你长期专注于缺乏，这条路径会越走越深，让你习惯性看见匮乏的证据。而当你刻意选择感受丰盛与安定，大脑会开始重塑，帮你更容易维持那种状态。这就是频率先行的力量，它不是自欺，而是为自己建立新的基准线。当你稳定在结果的频率中，你的行动与选择自然会改变。你会注意到新的机会，也会吸引与你同频的人与事。不要等宇宙先发球，因为那等于把主导权交出去。你可以先开始，用一杯喜欢的咖啡开启早晨，用一次真诚的笑容连结世界，用一次深呼吸把自己拉回当下。每一次这样的选择，都是在告诉宇宙，我已经在过我想要的生活。当你的频率稳定，宇宙没有理由不追上你，它会加快步伐，把与你对齐的事物推向你身边。最终，你会发现，显化不是等待发生，而是主动成为吸引的核心。你先调整，一切才会开始对齐。所以，别再观望，让频率先行，让宇宙追上你的节奏，并且在你的节奏中起舞。宇宙的回应来自你当下的选择。很多人以为宇宙的回应来自命运的安排，仿佛它早就写好剧本，而我们只能在其中等待结果揭晓。于是，他们等一个机会，等别人伸出手，等外界的情况变好，等某个奇迹落在自己身上。可是，等待的时间越长，心里就越觉得失控，因为你把力量交给了外界，而外界永远无法替你决定幸福的速度。事实是，宇宙并不是单方面在安排一切，它是在回应你此刻的选择。选择是及时的讯号，会被立刻送进你与宇宙之间的共振频道。当你选择相信，你就在对宇宙发送稳定而明亮的讯号。当你选择行动，
你就在为宇宙提供可以推进的动能。当你选择退缩与怀疑，宇宙同样会如实回应，让你看见更多停滞的证据。你以为自己在被动等待，但事实上，每一个当下的想法与行为，都在影响着下一刻的现实。想要爱情，你的选择是封闭还是敞开？想要财富，你的选择是匮乏还是珍惜？想要突破，你的选择是观望还是跨出那一步？神经科学告诉我们，大脑会依循重复的行为模式建立神经回路。当你一次又一次选择退缩，它就会让你更容易感到害怕与无力。当你一次又一次选择行动，它就会强化你的信心与主动性。这也是为什么许多转变看起来像是瞬间发生，但其实是无数个当下的选择累积而成。当你选择对其梦想的状态，你会自然而然做出与之匹配的行动。这些行动会让你进入一条新的时间线，在那条线上，你的机会、资源与人脉都会加速靠近。所以，宇宙并不是在测试你的耐心，它只是回应你当下的决定。每一次你选择面向爱、信任与行动，你就往梦想更进一步。你不必等到一切都完美才开始选择，选择本身就是通往完美的路径。就算只是今天早上多花5分钟静心，就算只是对陌生人多一个微笑，这些小小的选择都在告诉宇宙，我准备好了。当你的选择稳定下来，你的频率就会稳定，而宇宙的回应也会变得迅速而清晰。最终你会发现，外在的世界并不是主角，你的选择才是开启一切的钥匙。所以，从此刻开始，让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朝向你渴望的未来，因为宇宙的回应永远来自你当下的方向。从等待到创造，调频的秘密。大多数人以为显化是一场等待，等一个时机，等别人给予，等宇宙发送一个明确的讯号。他们许下愿望后，就像坐在岸边等潮水把船推来，一开始充满希望，随着时间流逝，希望变成焦躁，焦躁变成失落。他们问，为什么我的梦想还没来？却很少问自己，我准备好迎接了吗？事实是，显化不是被动的礼物，而是主动的共振。宇宙回应的不是你等待多久，而是你此刻的频率。当你的频率与愿望不一致，就算机会在眼前，你也可能看不见，或是不敢伸手接住。调频就是改变这种状态的关键，它让你从等待的被动转换成创造的主动。想象一台收音机，你要听的频道早已存在，只是你需要转到正确的频率，才能听见它的声音。显化也是如此。如果你渴望爱情，却长期沉浸在孤单与怀疑，你的频率就会吸引更多孤单的场景。如果你渴望富足，却一直感觉钱不够用，宇宙会如实回应这份匮乏。所以，调频不是假装拥有，而是先让自己成为那种人，先感受爱，先活在富足感里，先让喜悦与安全感成为日常。神经科学告诉我们，当你反复体验一种情绪，大脑会建立相应的神经回路，
让你更容易回到这个状态。当你刻意练习感受愿望已成真，你就在为它铺设内在的道路。调频不必一次到位，它可以从很小的地方开始，可能是一杯让你感到被善待的茶，可能是一段静坐时的深呼吸，可能是一个真心的微笑。每一次这样的选择，都是在对宇宙发送讯息：我已经在过我想要的生活。当你持续这么做，等待感会逐渐消失，因为你已经在创造过程中。这时，宇宙的回应会变得迅速，机会会更容易被你看见并接住。最终你会明白，等待只是停留在岸边观望，而创造则是踏上水面前行。从等待到创造，关键在于你愿不愿意转动自己的频率。当你先调整，宇宙就会自然与你对齐，并将你想要的一切推向你的生命舞台。能量先改，答案就来。很多时候，我们急着找答案。为什么事情没有进展？为什么机会还没出现？为什么我努力了却没有回应？于是，我们搜寻各种方法，看书、问人、占卜、冥想，希望有人能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会发生。可是，再多的推算与等待，都比不上你能量的转变，因为宇宙回应的不是你的问题，而是你此刻的状态。如果你的能量停留在焦虑与怀疑，答案即使就在眼前，你也可能看不见，或是不敢去接住。能量是你对世界的发送器，它穿过你的语言、行为和眼神，直接被宇宙读取。当你调整能量，就等于换了一个全新的讯号频道。想要爱情，先让自己活在被爱与能爱的状态。想要财富，先感受拥有的喜悦与感激。想要突破，先进入勇敢与可能性的氛围。神经科学证明，情绪会影响大脑的专注与决策。当你处在正向的情绪，你会更容易发现机会，也更有行动力去把握它们。这就是为什么能量先改，答案就来。因为你一旦进入新的频率，你的视野、选择与反应都会改变，而这些改变会把答案推到你面前。改变能量不需要等外在先转变，它可以从最小的细节开始，例如给自己一个安心的早晨仪式，或者每天花几分钟写下感恩的事。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行为，会逐渐重塑你的情绪基调。当你稳定在新的能量场，宇宙会感知到这个稳定讯号，并将与之匹配的人事物送到你面前。有时候，答案的到来快得让你措手不及，因为你不再需要追问什么时候，它已经在你行动的过程中自然浮现。所以，与其苦等答案，不如先改变能量。当你先成为答案的频率，答案就会自己来找你。能量先到，现实才会跟上。很多人把注意力放在现实的样子，他们看着银行账户的数字，看着感情状态的空白，看着职涯中缺席的机会，然后告诉自己，等它变好，我就会快乐。但现实不是先改变，你才会轻松。真正的顺序是相反的，能量先到，现实才会跟上。因为你是能量的发射源，你的情绪与状态会构成一个频率场。
这个场吸引着与它相符的事物。如果你的能量是焦虑与缺乏，就算好事临近，你也很难接住它。如果你的能量是喜悦与信任，宇宙自然会将更多同频的机会送来。许多人误解仙道的意思，以为那是强迫自己装作乐观，其实不是。能量仙道是在当下创造新的感受基准，让身体与神经系统提前习惯目标的震动。神经科学告诉我们，当你反复体验某种情绪，大脑会加强相关的神经连结，让这种情绪更容易被触发。当你让喜悦、感恩、安定成为日常，你就为新的现实铺好了神经路径。试着问自己，如果目标已经实现，我会怎么生活？然后在今天就活出那个版本。你可以先安排一次期待已久的旅行，先用心完成一件让自己骄傲的事，先在日常中加入更多你喜欢的元素。这些选择会慢慢累积成新的频率。当频率稳定，现实就不得不调整，因为它必须与你发出的能量对齐。有时候你会发现现实的转变来得很快，快到让你意识到，原来自己一直以为的障碍，只是能量还没到位的延迟。所以，别等现实先给你理由快乐，先用行动与感受，创造快乐、富足与爱的场域。当你的能量已经到位，现实只能跟随，因为那是它唯一的选择。最终你会明白，现实不是原因，而是结果。能量才是种子，而你每天的状态，就是在浇灌它的水与阳光。停止渴求，开始共振。许多人在显化的路上，一直在渴求，渴求爱情，渴求金钱，渴求机会。每天对着宇宙说我想要，却很少注意自己当下的状态。渴求的感觉其实是一种信号，它背后藏着缺乏与不安，像是在不断提醒宇宙，我没有，快点给我。而宇宙回应的不是你的愿望，而是你发出的频率。当你的频率是匮乏，它只能送来更多相同的情境，让你持续感觉不够。共振与渴求的能量完全不同。共振是一种我已经在其中的状态，它不是向外索取，而是先成为与愿望同频的人。如果你渴求爱情，共振就是先活出爱的流动，用关注、温柔和真诚滋养自己与他人。如果你渴求财富，共振就是先在日常中培养富足感，珍惜并享受你已经拥有的一切。神经科学告诉我们，反复的情绪会加强大脑的神经连结。当你长期沉浸在匮乏，大脑就会习惯寻找匮乏的证据。但当你稳定在喜悦与感恩，它就会帮你捕捉更多与之对应的可能性。停止渴求，开始共振，意味着你不再等结果来证明自己，而是用自己的能量去吸引结果靠近。这并不是要你忽略愿望，而是将焦点从我没有转向我已经是。当你稳定在这种状态中，你会自然而然做出与结果一致的选择，也更容易发现支持你前进的机会。试着每天做一些能让你频率提升的事，不论是晨间的深呼吸、一次专注的运动，还是一杯你真心喜爱的咖啡。这些小小的行动
会在无形中累积你的共振力量。当你的能量稳定，宇宙会主动回应，因为你们已经在同一个频道上。那时候，你不再需要追逐，因为一切都在向你靠近。最终你会发现，真正的显化不是努力去拿，而是自然的吸引。当你放下渴求，你反而更容易拥有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